男人最糟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当你只想约的时候呢，你遇到的都是真诚的女孩；当你想认真谈的时候，遇到的呢又是只能约的女人啊。因为女人无论是自身状态还是思维模式，都和男人大不相同。你从18、19岁起，是不是就很满心急切的想要找个女朋友？那股子生理的那种冲劲啊，特别明显。思维呢也格外的活跃，就差把想谈恋爱4个字刻在脑门上啊。然而大部分女人呢，她不是这样的，特别是20岁出头的女人，心里想的尽是尽情的玩嗨，即便有男人很真诚的去追求她，她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要跟这个男的奔着结婚去谈，她们就是单纯的享受恋爱那个过程中的那种吃吃喝喝啊，游山玩水啊，享受你的情绪和价值以及时间物质上的付出啊，一点都不着急。平日里呢，会和小姐妹们一起去玩，看看剧，打打麻将，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爽歪歪啊。还有一部分这个年纪的女士呢，她是连恋爱都不会轻易去谈的。为什么？对于美女而言，找对象头一个难题就是想短择她的人太多了，这就使得她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寻觅一个真心想正经结婚过日子的对象。那些短择的男人呢，出价呢实在太高了，把整个市场行情都给搅乱了。能懂这句话的含金量吗？正经打算结婚的老实男人是不会像短择男人那样在各方面付出那么多，投入那么大的，也不会对女生的各种行为都是一味的包容。我就举几个例子啊，有些女生的脾气可能特别糟糕，甚至还有符文去8+1，对吧？焚香之类的这种，对吧？啊，那短择的男人面对这种女生根本就不会在意，你爱怎么折腾你就怎么折腾啊。女生有啥缺点呢？他们全盘都可以接受，毕竟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娶这样的女生，对吧？但是啊，当你们男人抱着长择的想法去和这个女生交往的时候啊，要是这个女生的生活习惯哪里不好，或者说消费水平特别高啊，那男方呢就会开始劝这个女生，哎，咱能不能收敛点，踏踏实实过日子？但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是听不进去的啊，凭什么呀？我抖音里的私信可是有一堆要给我花钱的，一堆能够带我阶级跃迁的男人，我凭什么要跟着你吃苦呀？所以说呢，一方面呢是干扰选项太多了，美女身边充斥着各种只想短择她的男人；另一方面呢，那些短择的男生把美女对恋爱付出的这种心理阀值拉得太高了，这个就是美女在择偶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困境。那女人什么时候会着急呢？27、8岁，甚至是27、8岁的时候，她都还不慌啊。可是，一旦过了28岁生日以后，哎，她就会突然觉得，哎呀，我怎么都28了啊？这一晃眼我都快30了。就感觉自己好像完了，这样结婚会不会没人要了？这个时候他会恨不得立马找人结婚生孩子。所以说啊，大部分的大龄单身女呢，真的没有什么可委屈的啊，她们就该在这个年纪单着。为什么？因为她们在自己大好青春时光里面根本就没有对任何男人上过心，等到了年纪呢，又抱怨找不到男人。那之前男人找他们的时候呢，这群女人啊，喜欢蹲着架子，就好多兄弟呢都特别的郁闷。觉得自己条件也不差，为什么他总是对我那么的高冷啊，那么的傲娇，老是拒绝自己，对吧？其实这个跟兄弟你自身真没啥关系，是女人的思维她还没有转变过来。就是女人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到着急谈恋爱结婚的时候，说白了她还不想跟你捆绑死，她还舍不得其他的异性资源，她甚至还想再看看。那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有一群很想认真找对象的女生，她们也很难找到那种认真找对象的男生，这是为什么？就像前面说的，女人玩着玩着年纪大了，开始想谈恋爱了，可是她们的年纪大了，同龄的男生呢，大部分呢又在玩小的啊。要是找年纪小的男生呢，他们又舍不得给弟弟花钱，对吧？弟弟呢又没钱给他们花，所以大龄的女生往往只能够继续单着啊，或者是找老登、中登啊，再大一点，对吧？而且年纪大的男人想找年纪小的女人啊，年纪小的女生呢又不着急谈恋爱啊，这就导致了社会上出现大量的单身人群，两拨人群互相瞧不上眼。那如果说你也遇到了这样的困境，滴滴啊，不要怕，术业有专攻。那这期内容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点到为止。还是那句话，弱者钻研情感和技巧，强者我们要去分析人性。我是只给强者讲人性的 ERA， 下期见。